朋友你好，我是雪莉，欢迎收看文史大观园。4000多年前，有一个正直的东方首富，过着十全十美的生活。可有一天，飞来横祸，他的孩子们全都被砸死了，财产也被打劫了，就连他本人也生了一身的恶疮。那凄惨的模样啊，简直连乞丐都不如。妻子看着他的样子，挖苦说：“你那么信神，神怎么不管你啊？不如死了算了。”而撒旦对他死磕到底，接连降灾。在极度的痛苦中，这位东方首富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，觉得上帝对他是亏欠的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如果您当时也在现场，是不是也会在心里嘀咕：神真的存在吗？为什么神眼睁睁地看着他遭难而又不管呢？我们说的这位东方首富啊，名叫约伯。既然号称首富，那么他的财产到底有多大呢？根据约伯记的记载，约伯家大业大，富可敌国。他家蓄养了上万的骆驼、牛、羊等等，维持这么庞大的产业，自然少不了大批的雇员。仅仅雇佣这一项，就是一笔巨大的开销。当然，对于东方首富来说，支付员工的薪水如同9牛1毛，实在不算什么。比起雄厚的财产，他那正直的名号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更是令人如雷贯耳。妻子为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，夫唱妇随，相濡以沫。约伯的人生啊，简直就如同教科书般的完美。地上的人在忙碌着，天上的神在干什么呢？这一天，众神站在上帝身边。那个时候，撒旦还没有堕落为大魔王。上帝问他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旦说：“我在人间走来走去的，从那儿刚刚回来。”上帝感慨地说：“在地上再也找不到像约伯这样正直又敬神的人啦。”撒旦听了，心生妒忌，不怀好意地说：“约伯敬神怎么能是无缘无故的呢？要不是你赐予了他一切，他又怎么会敬畏你呢？要是你出手毁了他这一切，他必会当面背叛你。”上帝说：“那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可以去考验他，但是你不能加害他的性命。”撒旦得到了上帝的允许之后，便开始降下灾难。先是来了一伙强盗，抢走了他的财富，还杀了很多人。接着又突然降下大火，烧死了羊群和仆人。约伯还没反应过来，紧接着又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，吹倒了房子，把他的孩子们全砸死了。大白天飞来横祸，当人们认为约伯一定会精神崩溃发疯的时候，约伯却做了一系列人们都意想不到的举动。约伯强忍着心中的悲痛，撕裂自己的衣服，剃光了头发，趴在地上向神祷告说：“赏赐我的是天父，收取的也是天父。”约伯虽然遇到了这样的灾难，也没有怨天尤人，更没有怨神。我赤条条的来到世上，最终也必将赤条条的回去。约伯觉得是神赐给了他一切，现在神都收走了，他顺服地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神。上帝在天堂看到了这一幕，对撒旦说：“你这么激烈地攻击约伯，无缘无故地毁灭他，看到了吗？他仍然坚守着他的纯正。”但撒旦以为约伯是为了保全性命才心甘情愿地放弃一切，所以就对上帝说：“如果让他的身体健康也遭受重创，他必会立刻背叛对神的信。”上帝允许撒旦再次试炼约伯，但不能害他的性命。当撒旦出手攻击约伯，对他死缠烂打的时候，约伯动摇了吗？约伯还没有从丧子之痛中恢复过来，
突然身上长了毒疮，流着恶脓，创口刚结痂，眼看着就要愈合了，突然又崩裂了，全身的骨头如同烧焦般的痛苦。约伯坐在炉灰中，拿着瓦片清理身体。妻子看着他的模样，挖苦他说：“你那么信神，他怎么不管你呀？你仍然要坚守你的纯正吗？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干脆放弃神，死了算了。”约伯对他说：“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愚昧无知的话呀？我们从神手里得到福分，难道不应当受些痛苦吗？”约伯对神的信，可不是因为神赐予福分才敬奉神的。有3个朋友听说约伯遭到了大难，赶过来看他。当他们看到约伯的时候，大吃一惊。这还是那个如雷贯耳的东方首富吗？眼前分明是一个浑身流着脓水、散发着恶臭的乞丐啊！衣服因为脓血浸泡而变硬，全身上下污秽不堪，就连小孩都讨厌他，嘲讽他，还往他的脸上吐口水。他们看着约伯的模样，放声大哭。为什么正直的人要遭受这么大的磨难呢？约伯被恶疮折磨得痛苦至极，3个友人和他坐了好几天，约伯都因为剧烈的痛苦说不了一句话。在友人的陪伴下，经过了7天7夜，约伯终于开口说话了。他厌恶自己的生命，愤愤不平地诅咒自己，为什么没在娘胎里就断气呢？神为什么要把生命赐给他？没完没了的灾难，让他不得安逸，也不得安息。约伯觉得自己受了冤枉，仿佛被神抛弃了，觉得神对他太不公平了。他觉得自己承受的灾难比所有海洋的沙子都还要重，他生不如死，甚至求神让他快点死。听到约伯的求死之言，3个友人感到了危险的信号，以为约伯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已经扛不住命运的打击了，于是一改先前的缄默，用温和的话劝导他，开始阐述他们对苦与罪的见解，认为灾难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，比如哪里有火，必有火星飞腾，认为约伯是因为有罪才遭受痛苦的。约伯听了友人的话，100个不相信自己做错了事，他强忍着痛苦，请朋友指出他在哪些事上犯了错了。3个朋友看他一心求死，拒不认错，开始从温馨提醒升级到棒喝，认定他一定在某些方面得罪了神，遭到了报应。约伯坚信自己在道德上是个十全十美的艺人，他的遭遇和不义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然而他为自己辩解的话，有人听了简直就像狂风。约伯哀告的话说个不停，而且越说越激动，接连向神发牢骚：我宁肯噎死，宁肯死亡，也比留着这身骨头要强。为什么你把我当成你的箭靶子，使我厌弃自己的生命？他甚至怀疑神善恶不分。哼，完美的人和恶人都是一样，他都要灭绝。为什么对我的攻击就像士兵轮换着毫不停歇的攻击？约伯想找到神，当面和他争论，为什么给他这么痛苦的待遇？约伯与3个友人不停地辩论着，他甚至搬出了畜生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友人。这场辩论就像没有硝烟的战场，都想争个我对你错，而且话题越说越尖锐。有人认定约伯一定是干了什么滔天大罪，才遭到这么大的磨难。约伯一再宣扬他在道德上的坚守，又如数家珍般的宣扬着他帮助了多少人，众人都以他马首是瞻。我为他们选择道路，又做守卫。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，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。约伯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，觉得上帝对他是亏欠的。
3个友人听到他坚持己见，就不再理他了。这个时候，在吃瓜的人群中，有一个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便站出来把他们教训了一通。这个人又是谁呢？当约伯和友人辩论时，吸引了很多人围观。东方首富接连遭难，人们都想知道为什么。像他这样善良的人还会遭报应吗？其中有一个人叫以利户，听着他们的唇枪舌剑，越听越生气，窝了一肚子的火。以利户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过错。约伯，你以为有理，会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。以利户认为神不会冤枉好人，但同时也不会放任那些自以为是的人。约伯是一个义人，虽不完美，但上帝也没有与他为敌，反而还深深地眷顾着他。以利户认为约伯表现出爱上帝真的胜过财产、家庭和健康。当约伯陷入苦难中，他内心深处的傲气被带动着，试图为了证明自己的义而不惜陷神于不义，甚至口出狂言，对神说了无理、自以为是的话。上帝通过他对痛苦的承受，来清除约伯为自己谋算的私心和隐藏在他生命中的骄傲，好让教训印在他的心上。约伯听着以利户的话，逐渐平静下来。当心境转为谦卑时，神便开始说话了。神的声音从旋风中发出来，问了约伯一连串的问题。你知道大地的根源在哪里吗？为什么到了冬天，候鸟向南飞？光明和黑暗的根源是什么？你能引导北斗和众星吗？是谁生了露珠？谁为雨水分道？谁为雷电开路？这些问题约伯一个都答不上来。听着神的话，约伯清醒了，当下就明白了，以他的智慧，一个小小的人的智慧，根本无法体会造物主的安排。神创造了世上的一切，赋予了万事万物不同的能力，而约伯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深处，也没有走遍整个大地，还自以为什么都知道，敢和上帝来辩论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作为一个人，他有多么的渺小无知。神造了天上星辰、风雨雷电，就连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海里游的，即使是小小的蝗虫，没有一样是约伯能够造就的，连他本人的生命都是神赐予的。如此渺小的人，怎么狂妄到给神定罪呢？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：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故事中，约伯觉得自己是一个义人，一个非常完美的人，在道德上没有任何的瑕疵。因此当他遭遇磨难的时候，心中的傲气带动着他，甚至想到神面前和神争论。约伯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，觉得上帝对他是亏欠的。上帝说：有谁提前给了我什么好处，我需要偿还呢？天下万物都是我的。神并不欠约伯的，也不要他的任何东西。神只是想让他去掉心里残存的傲，让他脱离愚蠢又无理的认知，升华为更美好的生命，从而赐予他更大的福分。约伯苦尽甘来，上帝把撒旦拿走的一切全部还给了约伯，并加倍赐予他，比从前任何时候的赐予都要大。约伯重新恢复了东方首富的称号，妻子又为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。经历了这场磨难之后，约伯又活了140年，还看见了4代儿孙。约伯苦尽甘来之后说了一句话：试炼之后，我必如精金。回顾整个约伯记，在漫长的42章节中，
约伯遭受的磨难只是故事的起点，他失去了人所看重的一切，财富、子女和健康。这些内容只用了2章就轻描淡写地翻篇了，后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在讲约伯的思想认识，在几近崩溃的状态中，如何认识到自己存在的根本问题。由于心中隐藏着骄傲，好显耀个人的名义，竟一叶障目，使他用人的渺小智慧去衡量神，膨胀的傲气差点毁掉了他对神的正信。在磨难带来的痛苦中，约伯的思想有过摇摆，但最终他找回了理性和谦卑，展示出人对神的真正信仰，不应带有任何的功利之心。即使做了很多很大的善事，也都只是基于一个小小的人身所做的，只不过把神赐予的福分过下手，转送给神造的其他人。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一个渺小的人又怎能贪天之功呢？观众朋友，您觉得呢？请在留言区发表您的看法。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